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如何从耳相看命运。在我国古代早就有看会在额、看明在眉、看贵在眼、看富在鼻、看禄在嘴、看福在耳、看寿在颌的说法。耳朵在面相学当中被称为采听官，是用来听声音的器官，也是人体中最重要的器官之一。从耳朵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财运、感情、健康等方面的运势。今天小酱汁老师就从面相学角度为酱友们解读一下不同耳相的命运吉凶，快来看看你的耳相命运如何吧。一、大耳稳重谨慎，头脑清醒。耳大耳门易大，耳门的宽度也可见人的气度与聪明度。耳门宽大一般来说都是心胸比较宽阔的人。所谓耳门宽大，聪明豁达。耳大是有福的命相，是为理智型的人，对知识的追求和好奇更强，具备过人的见解，是非善恶、真理俗见均能了然于胸。生命力充沛，个性稳重谨慎，做事头脑清醒，实实在在，脚踏实地，并且任劳任怨。大耳之人一般都智谋远大，性情豁达，一生运佳，事业必然有成。很多行业的大老板、大学者、大官员基本都有着一副大耳。二、小耳感情用事，情急冲动。小耳的人是为感性的人，情感较为细腻，而意志不够坚定。他们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所左右，生活上的困惑特别多，往往会为了芝麻大小事情而过意不去，不太爱面对现实，因自我意识强，所以对别人中肯的意见较难接纳，进而影响到人际关系。判断力较差，感情用事，个性冲动，心直口快。他们对用钱较无计划，一生难有积蓄，不太适合做生意。三、肉厚的耳，财源广进。耳朵有肉，耳朵肥厚是长寿的长相。整只耳朵圆圆的，而且肉又很厚的耳朵，内廓的形状也好，结实有力。这种耳朵有白手起家做富豪的好运。至于这笔亲手挣来的财富能不能守住，这就要和下巴相配合起来观察才能够知道。这种耳朵的人善于活动，很有气魄，还有一套利用别人来经营事业的手腕，也善于应付各种变化。四、肉薄的耳，财总不聚。肉薄耳的人容易有神经过敏的倾向，缺乏自信，凡事耿耿过怀，巨细无遗，且常患有失眠、食欲不振、便秘等病症。这种人总是没有积蓄，一生会经常受人差使，缺乏赚钱的本领。还有一种是耳朵轮廓漂亮，但又显得太薄的人，会赚钱，但也很容易花光，存不住钱。他们在文化事业方面会有优秀的才能，可以在社会成名，但财力方面则较为淡薄。五、耳垂肥厚，命中富贵。耳垂厚的人有福气，可享金钱运，特别是耳垂肥厚至可以放下米粒者，更是显富显贵的人。这种人身体硬朗，心情舒畅，金钱运、朋友运都不错，对人十分宽厚，有一份温馨体谅的心意，所以家庭较为幸福，人际关系也相当不错。他们对金钱没有什么欲望，但也不缺钱花，还可以自然地增加财产。耳垂或垂珠虽较小，但是有些人却是富贵者，他们或属继承财产，或是做投机生意或意外之财者。六、没耳垂者，赚钱较难。这种耳垂的肉极薄，而且又小，这种人想象力丰富，人情味浓，是性情中人。不过他们对现实有点漠不关心，好幻想，缺少一种计划性，往往凭一时的情绪、欲望而处事。如果耳垂像三角板的锐角般的话，是和金钱没有缘分的象，用钱犹如水冲沙。若是整只耳朵长得小且肉薄，更没有耳垂的人，可能会在浪费或失败下破财。七、长耳长寿，可享天伦。长耳朵也是长寿相，头脑比较聪明机敏，也多半比较勤勉，处事小心谨慎。所谓日图三餐，夜图一宿，他们少有欲望，乐于安分守己。同时由于他们的平和，晚年可以和儿孙生活在一起，想到一种清淡的儿孙之福，天伦之乐。其实人岂能有十全十美的呢？长耳之人有时也会有点患得患失的心理，会觉得人的一生太过于平淡无奇。
8. 喜耳勇敢理智，做事仔细。耳朵贴着头，整个看起来倾斜的人，相当聪明，比较有理智，感情较淡漠，办事有计划，不心慌。常言道，心慌吃不得热粥，乘车看不得三国。他们深谙世事，凡事都按步骤进行，面面俱到，而不是凭一时心血来潮。遇到困难，既不退却，也不莽撞，而是凭理智去解决。不过较喜欢批评别人，爱搜集别人的隐私，有时真令人怕。再不收敛一下，自己的社交圈子会缩小。9. 软耳欠胆量，用手去捏耳朵，如果有软的感觉，那么多属于处事消极的人。一般而言，他们比较没有什么胆量，没有什么主张。如果是从正面看不到耳朵的人，他们多属于性格胆小、行动力较差的人。如果给他安排工作，最好从旁协助督促。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注意处理细微之事的人，每当碰到关键时候，则显得毫无主张，优柔寡断。软耳人耳朵软，有意受人哄骗的倾向。若是男性，则意味着怕老婆，惧内，典型的妻管严。10. 耳廓突出的积极者，耳骨外凸的人是属于实干的类型，内廓向外突出的人处事积极，性格以外向者居多，所以图书馆等静止的工作就不太适合他们了。他们喜欢刺激和冒险，适合侦探、间谍之类的工作。他们头脑敏捷，手脚麻利，工作勤快，处事比较稳当，得心应手，其办事效率极高，心里绝不胡思乱想。但是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耳骨外凸的人通常是事无巨细，不分主次，总让人觉得自以为是，好辩，是不好招惹的角色。所以在人情世故上面还是要谦逊一点。11. 面不见耳，时运良好。因为脸孔侧面的肉特别多，所以从正面看去时，几乎是耳朵完全看不见，这就是所谓的正面不见耳。这种相的人体力和气魄都全，做起事业来手面很大，同时也已建立起了相当的地位。而且这种人总是努力不懈，运气也好，他时有一手创下一番事业的了不起的本领。所谓游子满腹财，不怕运不来。正面不见耳，代表此人目前运程亨通。若是耳朵小而不易看出全貌者，智能较为优秀，判断力准确，工作效率特好。如果要应征人才，首选这种人，定可让老板有物超所值的感受。除此之外，具有这种耳相的女子旺夫益子。12. 欠思考力的硬耳，耳有软有硬，软耳个性柔弱，那是不常硬的。那是不是硬的耳朵就是个性强硬呢？不一定。通过耳朵硬的人身体健康且多从事体力劳动，不过也许是因为他们从事体力多，所以自然欠缺思考力方面的训练。不过他们个性也较为憨厚，有主见。作为男性，有此耳也是较大男子主义之人，在家中定当一家之主。最理想的耳朵应该是硬中有弹性，而软硬又适中者。这种人软硬兼施，待人处事非常高明，如女性中呈粉红色，而且具有弹性，硬度最好，有攀龙附凤的机会。小酱汁提醒，耳相好坏只是影响我们命运的一部分，并不是说耳相好命就一定好，耳相不好命就一定不好。命好不好还与一个人的生辰八字、居住环境以及后天努力等因素有关。如果想更了解自身命运，建议找5中黄金耳，藏财纳福。只要有一种保准发大财，身价上亿。从相术学的角度来说，耳朵被称为采听官，是人的感官之一。不同耳型的一生运势不同，似乎相学中耳朵并不是特别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实耳朵的地位也是十分关键的，甚至能够通过耳朵发现某个人的性格特征。下面介绍5个富贵黄金耳朵。1. 大耳稳重谨慎，头脑清醒。相书中有云：耳门宽广，聪明豁达。具有宽阔耳门的人通常被认为具有较为聪明的头脑，他们善于思考、理解和分析问题，往往具有较高的智商和学习能力。他们的心胸开阔，容易接纳新的思想和观念，对于世界充满好奇心，并且愿意不断的学习和进步。这类人通常也具有较强的主见和想法，他们不会轻易被他人影响。
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性去思考和决策。他们的精力充沛，善于思考和动脑，能够在各种情况下保持冷静和理智，做事情稳重而谨慎，不轻易冲动或抱怨。由于他们具备优秀的头脑和智慧，因此往往能够在生活和事业上取得不俗的成就。他们有着很强的智谋和领导能力，能够化解困难，把握机遇，顺利达成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因此，他们的人生运势通常是顺畅的，并能在各个领域取得较大的成就和成功。2. 斜耳勇敢理智，做事仔细。所谓的斜耳指的是耳朵向后倾斜，贴着头，在相学中也称贴脑耳。俗话常讲双耳贴脑，富贵到老。具有斜耳特征的人通常被认为具有一些积极的品质。他们的耳朵向后倾斜，贴着头，给人一种稳重和冷静的印象。他们通常是勇敢的，能够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保持冷静和理智，从容应对，不会轻易被慌乱所困扰。这类人往往具有较高的智力和思维能力，能够理性的思考和分析问题，做事情非常仔细和周全，很有规划性。他们在处理事务时往往考虑得非常周到，不会轻易忽略细节，因此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另一方面，斜耳的人可能有一些负面的特质，他们可能过于喜欢批评他人，对他人的言行有较高的要求，容易挑剔。此外，他们可能过于好奇，喜欢打听他人的隐私，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人际关系，导致人际交往不是很顺畅。3. 厚耳肉厚的耳，财源广进。在相学中，耳朵厚大有肉被视为健康和长寿的象征。如果一个人的耳朵又厚又肉，同时内廓形状较好，整个耳形看上去结实有力，那么通常这样的人在人格和命运方面具有一些积极的特质。首先，耳朵厚大有肉的人通常被认为具有气度和胆魄，他们对待事物往往表现出沉稳和自信，他们的头脑灵活，应变能力强，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并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情况。此外，这类人擅长把握尺度，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能够与不同背景的人相处融洽。他们通常能够经营起丰厚的人脉关系，这对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非常有利。在事业上，耳朵厚大有肉的人往往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他们不仅有能力挣钱，而且能够守得住财富，理财能力较强，善于把握机会并保持财务稳健。4. 耳廓突出的积极者。耳朵外层称为耳轮，内层称为耳廓。当一个人的耳廓较为高凸时，相学认为这种人性格比较外向，充满活力，是典型的实干家。他们通常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勇于迎接挑战，并能迅速行动，头脑灵活，做事麻利，勤勉而主动，具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和高效率的办事能力。一旦下定决心，他们会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不会有丝毫的犹豫。然而，这种人可能过于注重细节，容易在处理事务时陷入过度琐碎的细节中，导致难以分清轻重缓急，耽误了整体进展。此外，他们可能会因为自信心过强而显得自以为是，容易得罪他人，影响人际关系。5. 厚耳垂，耳垂肥厚，命中富贵。耳垂被认为代表着个人的福气和财富运势。如果一个人的耳垂长得肥厚有肉，这通常意味着他拥有充沛的生命活力和健康的身体素质。他们在做事时会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和活力，精力充沛，努力奋斗。此外，这种人通常性格温和，待人宽厚，具有包容心和善解人意的特点。他们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待他人宽容体贴，因此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拥有许多朋友。在遇到困难时，他们常常能够得到贵人相助，为自己解决问题，顺利度过难关。在事业上，这种人往往能够做大做强，因为他们有着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积极的工作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财富会不断积累，生活水平也会越来越好。因此，拥有肥厚耳垂的人通常会享受到丰富的福气和财富。6. 长耳长寿，可享天伦。耳形长的人在相学中被认为是具有长寿之相的。这类人通常具备较高的智商和敏捷的思维，他们往往反应快速，头脑灵活，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和应对各种情况。此外，他们也非常勤奋，做事细致小心，注重细节，不轻易出错。然而，这类人的个性相对保守，更倾向于安稳和平淡的生活方式。他们可能缺乏大的理想和追求，较为谨慎和保守，不愿意冒险尝试新事物，有时候会显得过于担心和忧虑，容易陷入患得患失的状态。尽管这种人的人生运势相对平稳，但也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错过一些挑战和机遇。然而，他们仍然能够享受到平凡生活的快乐，尤其是在晚年时，可以享受到家庭和子孙的幸福，度过安详的晚年生活。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耳朵能发财，什么样的耳朵健康高寿，但是以下6种耳朵命中贫贱，一辈子受穷，没有大福，只能靠苦力赚钱。1. 没耳垂赚钱较难。如果一个人的耳垂肉部位长得又小又薄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的有想象力，为人处事方面也特别的有人情味，属于那种性情中人的类型。不过这种人喜欢活在自己的幻想里，对于现实问题却不够关心和上心，做事缺乏规划，特别的情绪化，金钱运比较差，花起钱来如流水，容易因为自己的浪费而变得贫穷。2. 小耳感情用事，情急冲动。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较小的话，这种人大多情感非常的丰富和细腻，属于特别感性的类型。而且这种人大多缺乏主见，意志力非常薄弱，容易受到别人意见的影响和左右，自我意识不强，缺乏原则和坚持，而且心直口快，做事容易冲动，心性不定，喜欢率性而为，判断力比较差，花钱时缺少规划，不适合做生意，一生难有什么积蓄。3. 软耳欠胆量。所谓的软耳指的是用手捏上去，耳朵有种柔软无骨的感觉。这种耳相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消极，胆量非常的小，而且缺乏自己的主掌，行动力非常的差，一旦遇到困难就会表现得六神无主，优柔寡断，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并且这种人耳根子也比较软，做事不懂得把握细节。女人有此耳相容易遭到别人的哄骗，男人有此耳相，性格软弱，容易妻管严。4. 薄耳肉薄的耳，才总不惧。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薄削无肉的话，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敏感，对自己缺乏自信，而且心眼特别的小，喜欢斤斤计较，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不能释怀，整天满脑子里操心着各种事情，精力比较差，赚钱的能力比较弱，一生只能听从别人的差事。而若是耳朵的轮廓长得非常好，但是耳朵较薄的话，这种人会赚钱但存不住。5. 耳朵发黑发灰，在面相中常常以耳白与面为最佳的状态，代表此人的肾气充足，能力比较强，很容易有非常大的名气，命中显贵，日后的成就高。但若是一个人的耳朵呈现黑色或是褐色发青，体质虚弱，肾气不足，命中无财，一生的劳碌命，就算是在努力争取，也得不到自己的想要的成果，财运差，赚不了大钱，老年还要为钱财发愁，晚景凄凉。6. 耳朵低于眉毛，在面相中看，常常以耳高于眉，代表一种福气。耳朵大而厚实，高于眉毛，这样面相的人一般眼界比较高，头脑聪明灵活，目光长远，总能走在别人的前面赚钱。但若是一个人的耳朵长得低下，代表此人的肾脏低下，肾脏比较虚，容易患腰腿疼等。这样的人福气浅薄，身体容易患疾，日后也不会有非常大的发展，
日子过得艰辛。好了，今天的分享到。怕耳生风，女怕鼻漏空，这些不吉耳相，希望你没中。常言道，10里一风，100里一俗，可见我国民间的风俗可谓是多种多样。特别是老一辈人的经验总结，不仅让人记忆深刻，还短小精悍。在面相学中，也会衍生出大量的俗语，其中就有我们今天要讲的男怕耳生风，女怕鼻漏空。意思是说，有招风耳和漏鼻孔的人大多命苦。那从面相学角度分析，不吉的耳鼻相都有哪些特征呢？今天就由小酱汁来为你讲解吧。7种不吉耳相。招风耳。男怕耳生风，女怕鼻漏空中的耳生风，指的就是耳朵又大又朝前的招风耳。有招风耳的男性一般都不会安于现状，做事较为激进，脾气大，而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家业，所以有招风耳的人一般很难继承和维持祖业，只适合在异乡发展。另外，民间也有两耳生风，败家祖宗的说法，意思是招风耳的人会散财败家，守不住财，从而也就守不了家业。耳朵小。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福气和财运等等。好的耳朵应该是耳大而厚实，并且耳垂大为最佳。若是有男子耳朵小，除了说明这个人福缘差之外，也说明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自己也没有啥大的福气，整日运势不佳，严重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福气和财运。若是他们生活方面也不会有大的起色，日后很难会积累财富。还要注意的是，耳垂尖小的男性，他们多薄情寡义，缺乏责任心。同样，这样的鸡嘴耳的男性相处时，要时刻擦亮眼睛，保持警惕。薄耳朵。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薄如纸片，缺乏肉感的话，这种耳相是一种不聚财的表现。耳朵薄小的人大多性格较懦弱，对自己缺乏自信，神经特别敏感，心里整天装的许多事，经常因为各种小事而闷闷不乐。长期如此的话，导致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都比较差。不过这种人大多视觉比较的小而独特，有着很高的艺术天赋，容易赚到钱，但是花钱却是大手大脚，缺乏合理规划，存不住钱，守财能力比较差。没有耳垂。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没有耳垂，或者耳垂看起来非常的小，则说明他们的福气运势比较的单薄，而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人多半自身的福气比较单薄，在生活方面也是各种麻烦事不断，而且没有耳垂的男人，自己的福气运势也不是特别好，注定就是劳碌命，日子只会越过越穷。耳朵过白。很多人的耳朵都是比较红的，或者黄里透红的，这样的耳朵都是好耳朵，但是如果耳朵发白的话就不好了，因为发白的耳朵一般都没有什么财运，这样的人财气是很缺乏的。在现实中，一个女人如果耳朵发白的话，这个女人会特别的穷，很难变得有钱，或者自己身体方面会有疾病，一定要小心注意才行，对健康会有严重影响。反廓耳。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耳廓明显外凸，没有耳轮，或者耳轮长得比较小，则这样的人脾气性格比较固执，凡事不喜欢听从于别人的安排，在生活方面也会时常的吃亏，日后必定会树敌不少，导致整体的运势比较差，对财运也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福气运势不佳，一辈子都别想有啥翻身的机会，只会越过越穷。软耳。所谓的软耳，就是指用手捏上去，耳朵有种柔软无骨的感觉。这种耳相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消极，胆量非常的小，而且缺乏自己的主掌，行动力非常的差，一旦遇到困难就会表现得六神无主，优柔寡断，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并且这种人耳根子也比较软，做事不懂得把握细节。女人有此耳相，容易遭遇到别人的哄骗，男人有此耳相，性格软弱，容易妻管严。不吉鼻相。塌鼻梁。女子塌鼻梁大多体现在山根和鼻梁低，山根凹陷的女性大多因为相貌平平而缺乏自信，同时她们做事容易犹豫不决，气场不足，通常没有远大的志向，所以单纯的塌鼻梁面对女性而言实属不佳。但若是塌鼻梁但鼻头有肉的话，这类女性在性格方面就会开朗许多，与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和谐相处，属于老好人的性格，同时还能合理听进他人的建议，有效理财，所以他们的财运足以维持自身的生活。鼻孔外翻。
鼻头圆肥，丰衣足食，这句俗语就表明鼻头有肉才是好的鼻相，而鼻镂空指的就是塌鼻梁再加鼻孔外翻的面相了，这是典型的无福之相。鼻孔外露意味着漏财，即使此人能够得到财富，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很快失去。他们一般对于金钱的概念不强，理财仪式也比较薄弱，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豪爽大方，朋友缘非常的好，一生财运很好，收益丰厚，但是花钱也比较的大手大脚，没有存钱意识，有财也守不住。3. 剑鼻。所谓的剑鼻就指的是一个人鼻背如刀，骨头看起来非常的明显，而鼻头过尖则没有肉，这样的人自身性格尖酸刻薄，没有一点的人情味儿，说话办事过于自我，导致身边连一个亲近的人都没有，所以他们在事业上处事也是步步艰难，晚年生活也是孤苦无依，估计连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最终导致晚年众叛亲离，身边连伺候自己的儿女都没有。4. 结节鼻。结节鼻的年兽骨比较凸起，并且向左右横张，从正面看就像鼻子打结了一样，而长有这样鼻相的人性格过于强势，为人固执，属于典型的一根筋。一旦他们认准的事情，无论是谁都说不喜欢听从劝告，所以这样的人夫妻运势差，一旦失败，自己的生活必定会陷入到一贫如洗的境地，而这样的人婚姻也不会顺利，夫妻间常常争吵不断，还会有鼻梁有几节，结几次的说法。5. 漏脊鼻。漏脊鼻主要分为2种情况，第一种状况是鼻梁挺直，但是肩受肋骨。女人这种鼻相的话，老公容易惹上口舌是非，夫妻二人也容易因为各种琐事发生矛盾和口角，严重者老公还容易惹上官司。第二种情况是鼻梁呈弧形，弯而不直，而且消受肋骨。这种鼻型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个性比较强的老公，丈夫做事比较冲动，行为和思想非常的偏激，容易走极端，夫妻之间容易发生冲突，严重者还会行伤之苦，或者有血光之灾。6. 鼻子扁平。鼻子代表一个人的自信心、主见、品行和魄力。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扁平无视或者塌陷不起的话，这种人大多缺乏主见，容易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喜欢随波逐流，从众心理非常的严重，对于他人的依赖也比较强，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而且个性非常的保守，缺乏敢打敢拼的劲头，遇事总是犹豫不决，即使机会摆在面前也很难抓住，对待事业和感情都比较的被动，上进心不强，很难获得成功。7. 鹰钩鼻。鹰钩鼻的特征即鼻头部位尖细而微微下弯，看上去像钩子一般，长得很像鹰嘴，故由此称谓。相书中有云，鼻如鹰嘴，啄人心髓。这种人一般特别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为人奸诈爱算计，内心非常的自私和刻薄，眼里只有自己，缺乏容人之量，个人能力非常强，做事也很有魄力，但是功利心太重，为了利益做事不择手段，人际关系不太好，很难得到他人的尊重和幸福，也容易遭到他人的排斥。虽然财富状况较好，但是不得人心。当然，一个人有福没福，命好不好，不是说某一个部位长得好坏就能够决定的。相卜独论，需要结合其他命特征综合分析，单一部位的吉凶分析只是给大家提供参考。而且3分天命7分人为，命运究竟如何，最关键的还是看你自身的努力情况。就好比算命中常说的，世间有2种人的命数是无法算定的，其一为大善之人，其二为行不善之人。如果你多行善事，也足够努力，面相的好坏对你的命运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好啦，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